这里是纳瓦尔。今天我们不谈投资，不谈杠杆，也不谈如何建立一家公司。我们要谈一件比这些加起来都重要的事情，它是你人生所有体验的底层资本。你现在快乐吗？急着给我那个标准的社交答案。我问，就在这一秒，你的内心平静如水，还是像那个煮沸的锅里一样翻腾？大多数人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深度的低质量的梦游。我观察过很多人，包括曾经的我自己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、吃饭、工作、交谈，看上去是清醒的，但实际上我们的大脑被设定在一个自动驾驶的循环里。我们是生物进化的产物，而进化的目的只有一个：生存和繁衍。进化的根本取决于你快不快乐，只在于你能否把基因传递下去。所以它给了你一个时时焦虑、时时恐惧、时时不停算计的大脑。如果你不主动去重写这个叫做大脑的软件，那你就是一个生物机器人。你在执行几百万年前写的好的代码，对幼儿的刺激做出了可预测的反应。有人骂你，你生气；有人夸你，你高兴；股市跌了，你焦虑；看到美食，你渴望。你以为那是你的反应，其实不是，那是你的程序在反应。真正的你，那个观察者，那个本来应该掌舵的船长，早就睡着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聊这个话题。觉知，觉知不是宗教词汇，也不是神秘的东方巫术。在硅谷，我们把它称为原认知或者观察者的视角术。它是把你从自动驾驶模式中拉出来的唯一杠杆。如果你想在现代社会获得真正的自由，财务不仅仅是自由，而是内心的自由，你就必须掌握这种能力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然而却是人类最难掌握的技能。让我们把这个逻辑拆解开来看看，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到痛苦？痛苦的本质是你对当下的抗拒。回想一下你上一次焦虑的时刻，那个时刻，你的脑子在哪里？是在未来。你担心明天会不会被评判，担心那个项目不能按时交付，别人担心怎么看你。你的身体坐在椅子上，但你的意识已经跑到了想象中的灾难里。再回想一下你感到后悔、羞愧或愤怒的时刻，你的脑子在哪里？在过去，你在重演昨天的那场争论，你在纠结5年前做错了那个决定。发现了吗？你的意识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疯狂穿梭，像个停不下来的钟摆，唯独没有在现在。但这很荒谬，因为过去已经死掉了，未来还没有发生，你唯一拥有的真正的资产只有此时此刻。你所有的体验都发生在这个叫做生命此时的狭窄的塔里。如果你不在这里，你就没有在生活，你只是在脑子里模拟生活。这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我们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，心永远在下一件事儿上。大多数人讨厌洗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洗碗是垃圾时间。他们一边洗一边想，快点洗完，洗完了我可以去看戏，我可以去休息，我可以去干那件重要的事儿。你此时此刻洗碗，但你的脑子在对抗洗碗，这种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摩擦力，这种摩擦力就叫压力。你把自己分裂成了2半，身体在这里干活，脑子在别处享乐。这种分裂状态就是痛苦的根源。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无明，这是一种深刻的昏睡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完全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浮萍，你的情绪、你的念头、你的行为被环境和习惯牵着走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重的惯性，或者你借用那个古老的词业力。什么叫惯性？就是你过去30年养成的习惯。你习惯了抱怨，所以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抱怨。你习惯了焦虑，所以出现了不适，你也要担心。你就像一个沿着轨道的火车，想要停下来跑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放弃，你学会了觉知，觉知就是那个沙皮。觉知是一种能力，
一种让你在行动的瞬间突然醒过来的能力。这叫一念机转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对你的同伴发火，你的脸涨红了，心跳加快，指挥里准备喷出一句伤人的话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你的脑子里亮起了一盏灯，突然有一个平静的声音说：看，纳瓦尔，你现在很生气，你的第一速在冲，你想通过大喊大叫来维护你的自尊。就在你看到自己开心的这一瞬间，奇迹发生了，你从开心的人变成了看着开心的人。你和你的情绪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缝隙，这道缝隙就是自由的开始。只要你有了这道缝隙，你就已经有了选择权。你可以选择继续发火，虽然这个时候通常发不起来了，你也可以选择深呼吸，闭嘴，走开，觉知，就是把你从参与者变成观察者。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超能力，实际上这只是我们每个人出场自带的功能，我们把它忘了。我们太迷恋自己脑子里的那场电影了，以至于忘了我们是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。现在怎么训练这种能力？我不喜欢讲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，我是工程师出身，我喜欢执行的算法。所以我们来聊聊具体的战术。首先，你得知道这是一个关于视野带宽的游戏。现代社会的算法，抖音、Twitter、新闻都在拼命抢夺你的注意力，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工程师设计的，目的就是让你失去知觉，让你变成一个点击机器。所以修改知知的第一步就是夺回你的注意力控制权。你需要创建一个实验室环境，就像你练习举起重需要健身房一样。一开始你很难在吵杂的闹市区保持知觉，你需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每天只去掉10分钟，关闭手机，切断信号。你可以坐着，也可以躺着，姿势不重要，关键是你的意识状态。我们要练习一种广角镜头式的观察。平时我们的注意力是聚焦的，你看手机，你就抓着屏幕；你想问题，你就抓着那个念头。聚焦会带来紧张，会消耗能量。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，试着把你的意识像气体一样开来。想象你的感觉不是聚光灯，而是阳光，它照亮了整个房间，但不捕捉任何一个具体的物体。你能听见窗外的车流声，你能听到冰箱屁股的震动声，你能感知下面椅子的空隙，你能感知空气流过鼻腔的温度，你甚至能看到自己脑子里冒出的念头。这还要做多久啊？晚上吃什么？关键点来了，不要去抓这些东西。声音来了，你听到了，声音走了，你不留它。念头来了，你看到了，念头走了，你不追它，你就做一个空荡荡的房间。房间会拒绝访客吗？不会。房间会留住访客吗？也不会。房间只是提供了一个空间，让一切发生。状态我们可以称了分明。你这非常清醒，甚至比平时更清醒。你对周围的一切都完全了如指掌，但你不费力，你没有评价它们。哦，这是车声，这叫觉知。这车声太早了，烦死人了。这叫评判，这叫失去了知觉。一旦你开始评判，你就掉进去了，你就从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。你要练习的就是这种不加评判的观察，这非常难。你会发现你的脑子会像一只疯猴子一样，不停地跳来跳去。没关系，觉知的练习不是要你消灭念头，而是要你发现自己走神了。当你发现自己走在神的那一刻，其实就是你知觉回归的那一刻。不要责怪自己，轻轻地把注意力带回来，带回到这个曼哈顿的安静的空间里。当你能在安静的真正房间里找到这种感觉后，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因为你的生活不是在随后里，而是在战场上。我们把这种技术应用到最世俗、最混乱的场景中去，这就是动态冥想。回到洗那个碗的例子，当你不得不做一件无聊的事情时，试着把知觉带进去。
感觉水流过你手指的温度，感觉洗洁精滑腻的触感，听着托盘碰撞的声音，看着泡沫破裂，把这10分钟当成一次神圣的仪式。当你投入到当前的动作中，不再去想做完之后然后的时候，你完全会发现洗碗其实并不痛苦，甚至它有一种简单的快乐。这种快乐不是因为碗这件事本身有趣，而是因为你的内耗停止了，你的身体合一了。这种合一带来的平静就是最高级的快乐。快乐不是一种强烈的情绪，快乐是内心没有缺毁的状态。当你完全活在当下，你就没有缺遗憾，因为你没有在比较，没有在期待。随着你的知觉力越来越强，你要开始挑战更高的关卡，处理情绪危机。这可能是意识到最大的价值变化。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糟糕的事情，老板的责备，投资的失败，同事的争吵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会启动防御机制，或攻击，或逃避。我们的情绪会像洪水一样把我们淹没。但如果你有觉知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当危机发生时，你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行动，而是退后一步。你在心里按下了一个暂停键，你看着那惊慌失措的自己。哦，我现在感到害怕，我的胃在痉挛，我的大脑在疯狂地制造灾难性的幻象。你就像一个科学家在观察培养皿里的细菌一样，观察自己的情绪。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：情绪和知觉无法共存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无意识的情绪无法在知悉的注视下进行。如果你真的能看到你的愤怒，愤怒就会开始消融，因为愤怒需要你的荣耀才能燃烧。你需要觉得我是对的，他是错的，愤怒才会持续。但当你进入观察者模式时，你跳出了对错的二元对立，愤怒就失去了食物。这就像吸血鬼遇到了阳光。念头和情绪都是吸血鬼，他们在黑暗的潜意识里吸着你的血，而觉知就是正午的太阳。一旦阳光照进来，他们或烟消云散，或变成无足轻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觉知是你人生的终极杠杆。有了它，你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，不再是欲望的傀儡。你拿回了对自己生物机器的控制权。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使用愤怒作为一种工具，什么时候使用恐惧作为一种预警，而不是被他们驱使。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刻全情投入工作，在那个时刻完全放松休息，而不是在工作时想休息，休息时想工作。这种状态在东方哲学里叫做如不动，并不是说你变成了一块石头没有反应了，而是你的内核非常稳定。外面的世界可以狂风暴雨，你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台风眼，那里是平静的。处理事情会变得非常高效，因为你没有情绪内耗。你的事实只是，而不是你对事实的想象。有人骂你一句，没有觉知的人会想，他为什么骂我？他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我要怎么复仇？我这人真的失败了，消耗了巨大的能量。有觉知的人会看到，他发出了一些高分贝的声音，这串声音代表某种侮辱性的语言。他现在情绪不稳定，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实际伤害吗？没有。好的，下一个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效率，这就是智慧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很多场合说，赚钱成功先修心。一个心浮气躁、被情绪左右的人，是做不出好的投资决策的，也写不出好的代码，更管不好一家公司。最后，我想聊聊觉知和自我 ego 的关系。我们痛苦的根源往往来自于那种意向的自我，总是觉得不够好，总是觉得受了委屈，总是想要证明什么的声音。那个声音告诉你，如果我赚到了1亿，我就快乐了。那个声音告诉你，如果我也能有那样的身材，我就幸福了。这都是谎言，这都是那个生物程序为了让你继续奔跑而挂在你面前的胡萝卜。当你提起觉知时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。那个礼拜不休的声音，不是你，你不是你的念头，
你不是你的情绪，你甚至不是你的身体，你是那个屏幕，而生活只是屏幕上播放的电影。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，那层纸就被戳破了，你会感到一种内心的轻松。因为如果那个受委屈的自我是假的，那么谁受委屈了呢？没有人。如果那个焦虑的自我是幻象，那么谁在焦虑呢？没有谁。你会开始体验到一种与万物相连的感觉，因为当你把那个狭隘的小我拿掉之后，你剩下的纯粹是意识，而这种意识是你和这个宇宙共同的。你会发现你需要去寻找快乐，快乐是你的出厂设置。当你把焦虑、恐惧、欲望这些云层拨开时，太阳一直都在那里。这就是觉知的终极游戏。它不仅仅是让你工作效率更高，或者让你脾气变好，它是让你认清生命的真相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，甚至有点反直觉。你可能会说，纳瓦尔，我做不到，我一坐下来脑子就乱跑。相信我，我也一样，每个人都一样，这是我们大脑的默认设置。不要能够一蹴而就，不要期待你能像个高僧一样24小时期待保持知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只要你每天能有那么几次突然想起来，哎呀，我在想要一份文件，那你就已经赢了。把觉知当成一个游戏，每次你从走神中回来，就是做一次精神俯卧撑，你的觉察会越来越强。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一天只能觉察到1-2次。你会发现，在开会的时候，在堵车的时候，慢慢在排队的时候，你自然的就会进入那种曼哈顿的观察状态。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，不是因为你赚了钱，虽然这通常是后果，而是因为你真正在每一个片刻里活了。生命不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，也不是一个需要完成的目标，生命是一种体验。如果你在走路，就好好走路；如果你在吃饭，就好好吃饭；如果你在爱一个人，就全心全意的爱。不要让你的余生在梦游中度过，醒过来，看着这个世界，它比你想象的要美妙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一瞬间的清醒，那就值得了。这个世界太了，能花一点时间去内观，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疲劳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价值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那个小铃铛。这不仅仅是对我的支持，也是给你自己这一类的一个投票，让算法内容知道你更在乎的是心智的成长，而不是无脑的娱乐。我们下期见。